5、4、3、2、1，看，21个25啊，一个25，一个22。刚毕业，你去当兵，去大学，差不多。21岁你不能接受？太小。我怕还在上学。OK 啊，已经成年人了。可以哈。Past 21 and finish NS。And then probably in 大学。是咯，in 大学了，他还没有出来工作，you know。Can 啊 ，then 可是他的经济怎么办？可以先订婚哦。我是觉得21岁已经成熟了。如果他要自己做决定，应该是他理解啦。28、21耶，又是22跟23。因为他大学过后嘛，他们会小男生2岁，但是我也是想的时候也是有点心痛了，真的可以吗？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已经找到好的对象，23岁最小可以了。毕业了，做工刚刚好啊。那为什么儿子就可以比较年轻，女儿就要比较老才可以结婚呢？我也不懂啊。别怕，这个视频并没有要催你生孩子，更没有要催你结婚，只是要跟你分享2个选择提早跳进爱情坟墓，不是，是选择早婚的2对夫妻。数据显示，本地人越来越迟婚。去年首次结婚男女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1岁和29.5岁，10年前分别是30.2岁和28.1岁。当大家越来越迟婚时，为什么他们却选择早婚呢？我最终选择这里是因为 Esplanade 是他在新加坡最喜欢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真正谈我们的联络感情，就是很深入聊到彼此的理念的一个地方。对，所以当时求婚的时候，他就坐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 kneel and show her the ring and 在这里求婚了。我19、20岁的时候，心里就在想，25岁要结婚。因为我觉得那个 number 很顺，因为我想当妈妈啦，所以我觉得如果25岁结婚，还可以有过2年3年的2人世界，然后才生孩子，所以觉得那个 number all works out。跟他交往的时候有冲着结婚的念头，所以我21岁、22岁觉得哇，他这个男人很稳重。如果2个人有共同的想法、共同的理念，就 OK 可以结婚了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跟他求婚的呢？那时我28岁，然后他24岁，有2个部分啊。第一个是我想先约他的爸爸妈妈提亲，就是 get 他们的 blessing，然后第二是想要在跟他家人在日本 holiday 的时候，就是 surprise 他了。但是某些原因他们不能去日本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跟他求婚，所以等不及了。对对，所以在同样的那个日子就在这里跟他结婚。有没有任何人跟你讲说你才24岁你要结婚？好像没有，因为我们交往了3年多，所以大概多数的人，我们身边的朋友、家人都觉得是个很 stable 的 relationship， 他们也有见过他，觉得很可靠。你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期待？我很期待，我觉得很期待 start the new chapter。因为我们信仰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连过夜是没有同居没有所以我们也是挺期待 adventure together， 一起出国，一起 conquer the world。然后我也是觉得，因为人生一定会有它一定的波折，但是我觉得如果2个人 we know that we are on the same team，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难关呀，同甘共苦，觉得 OK。不只是难关啦，但是那些好的事情也是可以一起享受，一起 celebrate。虽然新加坡人越来越晚婚，但是本地男女2023年整体结婚率都上升了。每1000名15岁至49岁的未婚男性当中，有44.3人结婚，比2013年的40.5人来得多。每1000名15岁至49岁的未婚女性当中，有43.1人结婚，比10年前的36.9人来得多。那听起来愿意结婚的人还是不少的。
而且当年21岁就申请预购组屋，为什么啊？我16岁时认识他，他比我大1岁，所以他17岁。然后我们呢打假期工认识的。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吃午餐，然后他就说他帮我们买水，然后我们就要来还他钱，讲不需要，讲这个人好大方哦。到了大概21岁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不要去 try BTO，因为我们已经懂我们要住在哪一区了，就刚好就有 BTO 就要出来，我们想要不要试试看，想 OK 去 try 一下。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就当时候就说你们都还那么年轻，可能认识的人也不多 ，How do you know 这个人是对的人？老公先讲。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 understand each other very well， so 不要浪费了。有时候就是感觉就是对的，那也不需要去说要尝试跟别人。我的家人是有讲，你们这样年轻，买屋子这些、办婚礼这些有钱吗？可以应付吗？不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反对还是什么，因为还知道我们认识挺多年了，也互相认识对方的家庭。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你们现在也是父母了嘛哈？你的女儿今天回来，她21岁，她跟你讲说她要跟她的男朋友 BTO， 同样的场景在一起差不多4年这样，你们两个会怎么说？我会 OK， 因为好像你说他们已经认识4年了，我就觉得 OK。如果你告诉我只认识6个月或者1年，我就可能会叫他要不要等一下，跟他答应一样。我 time 我的 proposal together with the flat booking，so 不是说好像是在 trap 他啦，只是 more of a like 我们的 flat booking 要到了，人家说每次 BTO 了才求婚，所以我就讲 OK 我要 go against the flow， 所以我就是我们懂的 appointment， so I think about 1 or 2 weeks before 我就跟他求婚，因为我们 at that point 也已经在一起 for like 6年了，6年 ，so it's probably a very tiring phase 啦，我们一直 look at each other， 吵架也是一定是吵一样东西 ，so maybe with a newer phase of life， 我们会有 change of perspective and can mature and start to move forward 啦。所以你觉得早婚的坏处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？以前我就是好像我的朋友他们都在玩去 party 这些，但是我在家里要抱 baby 叫他睡觉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也是要去玩嘛？但是现在我在很自由去旅行，他们在抱 baby。现在孩子也大了，他们都已经8岁跟10岁，我们还算挺年轻的吧。我36岁，他37岁，所以有时候还可以享受2人世界。或者如果我们2个自己去旅游的话，也没有说很担心，我们也还有精力，不会说很累啊，没有精力跟孩子玩。来，我的儿子他当兵的时候，我就是45，我们还可以communicate， and 他们的 topic 我也是可以参加，我可以去学 Gen A 的 speak 这种东西，所以他们玩的 game 我也是可以去学，我不会 find it boring。